时光的葬歌第3集，魔物的威胁。本集聚焦加七和加八初次对抗一只强大的高阶魔物，揭示了魔物与时光之歌之间的联系，同时深化角色的信任与合作，展示冒险的危险性和两人面对困境时的成长。森林中的异常，加七与加八按照地图指示，穿越一片茂密的古代森林，气氛逐渐变得压抑。加七小声地嘟囔：“这地方感觉怪怪的，好像连鸟都不敢叫。”加八警惕地扫视四周，这里的魔力波动不寻常，小心可能有东西在盯着我们。远处传来低沉的咆哮声，地面微微震动，树木之间的阴影逐渐凝聚成一个巨大的身影，一只拥有尖角与黑雾的高阶魔物。加七惊慌，这是什么？它看起来比之前遇到的那些要恐怖得多。加八撑着拔剑，这是高阶魔物，专门猎杀强者，退后别乱来。初次交锋，魔物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人袭来。加八冲上前格挡攻击，与魔物抬起交战。加七慌张地拿出魔法杖，我可以帮忙我可以试试冰封术。加七释放魔法，但冰柱仅仅擦过魔物的表皮，并未造成实质伤害。加八呵斥：“我说过退后，这种对手不是你能应付的。”魔物一声怒吼，巨大的爪击震开加八。加七目睹加八受伤后，咬牙决定尝试新的策略，合作反击。加七回忆起地图上的注记，发现魔物的弱点可能与黑雾的核心有关。加七对加八喊：“它的核心是弱点，试着让它露出那个位置，我来辅助你。”加八虽然表面不耐烦，内心却开始认同加七的判断。他故意引诱魔物攻击，成功将他的核心暴露。加八大喊：“现在用你最强的魔法！”加七鼓起勇气，集中全部魔力，释放了一记强大的雷电术，直接击中魔物，发出凄厉的叫声，轰然倒地。危机中的承诺，两人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。森林逐渐恢复平静。加七擦住汗，虚弱地笑：“你看，我还是帮上忙了吧？”加八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只是运气好罢了。尽管嘴上不承认，但加八心中对加七的印象有所改观。魔物的秘密，加八检查魔物的残骸，发现其中隐藏着一枚古老的符文石，散发着与地图相似的光芒。加八凝视符文石，自语：“果然，他们与时光之歌有关。”加七凑过来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吗？”加八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。加八低声：“这些魔物可能是守护遗物的力量，或者是被遗物腐化的怪物。”加七瞪大眼睛，意识到事情的复杂性与危险。加七严肃：“那我们更不能停下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揭开真相。”加八沉思后点了点头。两人继续向地图指引的方向前进。镜头拉远，显示森林深处还有更多沉睡的魔物，微光闪烁着，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召唤。气氛再次紧张起来。时光的葬歌第4集，迷雾森林的试炼。本集两位主角进入一片充满幻象与陷阱的迷雾森林，不仅面临物理上的威胁，更需对抗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弱点。加八在危机时刻展现隐藏的力量，暗示他的过去与时光之歌有着更深的关联。森林入口，加七和加八根据地图指引，来到一片笼罩着浓雾的森林。加七抬头看住树木高耸入云，这里就是地图标记的迷雾森林吧？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还要诡异。加八冷静地观察四周，这里不仅是迷路者的坟墓，还充满了心灵试炼，你最好小心。加七不屑：“试炼不过是些老套的传说罢了，我可不怕。”雾气逐渐浓烈，视野变得模糊，两人进入森林。幻象试炼，森林的魔力开始影响两人，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幻象。加七的幻象，加七看见了自己的故乡被摧毁的场景，身边的亲人指责他无能，责怪他无法守护他们。加七惊慌地喊：“这不是真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这不是真的。”加八的幻象，加八看到年轻时的自己，手持断裂的剑，站在满是尸骸的战场中央，耳边响起同伴的求救声。加八低语：“我已经救不了你们了。”幻象让两人都陷入痛苦，但加八迅速察觉异常，凭借意志力突破幻象，将加七从他的幻象中唤醒。加八语气坚定：“这些都是假的，你的选择和过去没人能否定。”森林的陷阱，他们继续前进，但遭遇森林中的物理陷阱与魔物袭击。陷阱设计，地板突然坍塌成深坑，藤蔓像蛇一样缠绕着他。魔物袭击，
巨大的蜘蛛形魔物突然从雾中袭击，佳期挣扎着挥动魔法杖。这些藤蔓是活的，快帮我把它们斩断。加巴冷静指挥，掩护我，我来处理魔物。佳期成功用火焰魔法烧断藤蔓，而加巴则以精准的剑技击败蜘蛛。加巴展示力量，他们到达森林深处，一只更强大的魔物出现，加巴被逼到极限，展现出隐藏的力量。魔物外形，一只拥有多重眼睛与翅膀的飞行魔物，能够放出麻痹光线。加巴的力量，当佳期因魔物的攻击倒地时，加巴的身体被一层金色光芒笼罩，眼中闪现符文般的光。加巴低声喃喃：“这股力量又来了吗？”他的力量以超越人类的速度与爆发力击溃了魔物，并将佳期救回。森林的出口，雾气开始消散，两人成功穿越迷雾森林。但佳期对加巴展现的力量产生疑问。佳期好奇地问：“刚才那是什么？你的力量不像普通人。”加巴冷淡：“不该问的别问。”佳期小声抱怨：“哼，还真是神秘。”镜头拉远，显示两人逐渐走向森林的出口，远处的天空泛起曙光。画面切到森林深处，一个神秘的身影站在雾中，似乎正在观察两人。时光的葬歌第5集，遗迹的守护者本集聚焦佳期与加巴到达一座古代遗迹，并与其中的神秘守护者光之使者进行对话。守护者揭示了一些有关时光之歌的秘密与试炼，但也隐晦地提到了更大的威胁。这一集中既有悬疑气氛，也进一步推动了主要情节的发展。遗迹的发现，佳期与加巴穿过迷雾森林后，来到一片广袤的平原，中央矗立着一座宏伟而破败的遗迹，周围环绕着奇异的光芒。佳期惊叹地看住遗迹，这就是地图指引的地方吗？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还要壮观。加巴谨慎地环顾四周，别掉以轻心，这种地方通常伴随危险。两人走进遗迹入口，发现一扇巨大的石门，上面雕刻着复杂的符文。佳期好奇地触摸符文，这些符文感觉跟之前魔物身上的印记很像。加巴低声：“看来我们走对了地方。”遗迹内的挑战，两人进入遗迹，内部布满机关和陷阱，包括移动的石像与突然崩塌的地板。他们通力合作，逐一克服困难。佳期喘着气躲过一个落石陷阱。这地方是专门用来测试人耐心的吧？加巴冷笑：“这些小伎俩只是开胃菜。”遗迹深处，一道金色的屏障阻挡了他们的去路。佳期敲着屏障，抱怨：“现在呢？我们卡在这里了。”加巴仔细观察符文，这屏障需要某种咒语才能打开，或者某种力量。佳期试图用魔法，但未能成功。屏障突然开始闪烁，似乎对他们的存在有所回应。光之使者的现身，屏障中透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逐渐形成一个神秘的人影遗迹的守护者——光之使者。光之使者威严且温和的声音：“来者何人？何故扰乱此地的寂静？”加巴冷静地回答：“我们寻找时光之歌的秘密，传说指引我们来到这里。”佳期兴奋地补充：“对，我们需要知道它跟那些魔物的关系，还有为什么它如此重要。”光之使者沉默片刻，随后微微点头。光之使者说：“时光之歌乃古代遗物，记录时间与生命之律动。然而，它的力量亦吸引了黑暗。你们的到来可能唤醒更大的灾厄。”炼与秘密，光之使者提出试炼，要求两人证明自己的决心。试炼设计：佳期测试他的智慧与魔法掌控力，让他破解一道复杂的符文谜题；加巴测试他的意志与战斗技巧，对抗一个由光构成的幻影敌人。两人各自通过试炼，屏障被解开。光之使者显露出欣慰的表情。光之使者说：“你们的力量与决心值得赞许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时光之歌的真相隐藏在更深处。记住，力量是双刃剑，用错便是灾难。”神秘的启示，光之使者递给加巴一块雕刻有符文的碎片，并指向远方的群山。光之使者说：“带着这个，它将指引你们找到下一个线索，但请谨记，前方的路充满危险与牺牲。”光之使者化为光点消失，遗迹内的屏障也随之崩解。佳期和加巴站在遗迹出口，思索住接下来的行动。佳期握紧碎片，眼神坚定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继续。时光之歌关乎的不仅是我们的命运，还可能是整个世界的未来。加巴冷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走向出口。别动后腿就行。两人走出遗迹，镜头拉向远方的群山，暗示住接下来的冒险与挑战。
时光的葬歌第6集，破碎的星图。本集延续前一集的遗迹冒险。加七与加八研究守护者留下的符文碎片，发现其与古代星图相关，这成为指引他们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重要线索。过程中，他们面临困惑、内心矛盾以及新的敌人威胁。星图的解码，两人回到一片安全的营地。加七仔细研究从守护者那里得到的符文碎片。加七拿着碎片自言自语：“这符文上有类似星座的图案，但有些部分看起来不完整。”加八低头看地图，淡淡的说：“这些图案像是星图的一部分，缺失的部分应该是下一个目的地的线索。”加七兴奋地抬起头：“如果我们能还原完整的星图，也许就能找到时光之歌真正的藏身之处。”村庄的访问，两人决定前往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寻找有关星图的情报。村民 A 警惕地看住两人：“外来人，你们最好别卷入遗迹的事，那些地方只会招来灾祸。”加七微笑着安抚对方：“我们只是想了解有关星图的事情，您知道这附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”村民 B 犹豫后低声说：“有个传说提到北方的峡谷中藏有一座天文台，那里记录着星空的秘密，但没人敢接近。”加七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而加八则用冷静的语气询问细节。辛迪的伏击，两人离开村庄前往北方来谷，但途中遭遇新的敌人，一群操纵阴影魔法的追踪者。他们似乎为了夺取符文碎片而来。敌人设计身穿黑袍，脸部被阴影遮掩，手持弧形匕首，能操纵黑暗制造幻象。追踪者首领低沉的声音：“交出碎片或承受后果。”加七警惕地后退一步：“他们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们有碎片？”加八拔出长剑，冷冷地说：“问题留到解决他们再说。”激烈的战斗展开，加八凭借剑术压制敌人，而加七则用火焰魔法驱散阴影，破解星图的真相。击退敌人后，两人终于抵达来谷深处的废弃天文台。在这里，他们发现一台损坏的古代观星仪，与符文碎片的图案相匹配。加七兴奋地转动观星仪，这些符文刚好对应仪器上的星座标记。如果我能修复它，在加八的协助下，加七修复了观星仪，投射出完整的星图。星图显示出下一个目的地的位置，远方的沙漠城邦。加八注视星图，低语：“沙漠城邦，那是我们真正的试炼开始的地方。”加七困惑：“你为什么好像对这一切都知道的很多？”加八沉默片刻，冷淡的回应：“走吧，路还很长。”新的旅程画面切到两人离开天文台，远处的夕阳映照出来古壮丽的景色。加七看住星图碎片，喃喃自语：“时光之歌真的有能力改变命运吗？还是只会带来更多灾厄？”加八淡淡的说：“答案只有找到它的人才能知晓。”画面切到被击败的追踪者残余，在黑暗中与某个神秘的黑影交谈。黑影低沉且威严：“符文碎片落入他们手中，无妨，他们最终会帮我们引向真正的力量。”黑影消失，留下压迫感十足的悬念。时光的葬歌第7集，分歧的抉择。本集聚焦于加八与加七在沙漠城邦中的冒险，以及他们因对时光之歌的用途产生分歧而出现的冲突。这一集中强调角色的内心世界和矛盾，通过一场重大抉择展现两人价值观的碰撞，进一步揭示加八过去的命运。沙漠城邦的到来，加七与加八经过长途跋涉，抵达沙漠城邦。这座城市充满异域风情，但街道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，显示出某种潜在的危机。加七惊讶地环顾四周，这就是星图指引的地方，看起来不像是有时光之歌的样子。加八皱眉，低声：“这城市不对劲，我们的小心行事。”两人在城中打探消息，发现城邦的水源因某种诅咒而逐渐枯竭，居民将希望寄托于一座古老的神庙。古老神庙的线索，加七与加八进入神庙，发现与符文碎片相关的另一处线索，一座巨大的雕像和一幅壁画。壁画描绘了古代英雄使用时光之歌拯救家园，但也引发了毁灭性的灾难。上面刻有一段警告：光明与黑暗同存，选择即是代价。加七指住壁画，这上面提到选择，难道时光之歌真的有某种可怕的代价？加八冷静地注视壁画，任何力量都有代价，问题是你能不能承受它。雕像底座开启了一个隐藏机关，露出一个宝石容器。两人拿到下一块线索，但此时神庙开始震动，似乎触发了某种守护机制。理念的分歧，两人成功逃出神庙，
但在城邦的边缘地带，面临居民的请求，他们希望加奇与加巴利用宝石帮助解除诅咒。居民代表恳求地说：“求求你们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如果诅咒不解除，这里的生命就会枯萎。”加奇犹豫，握紧宝石。加巴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。如果时光之歌的力量能救这些人，那就值得一试。加巴严厉地回应。我们不确定这力量的后果，冒险使用它只会引发更多问题。加奇激动地反驳。可是眼前的人需要帮助，难道你就打算袖手旁观吗？加巴低声但语气坚决。我的目标是找到时光之歌，解决真正的威胁，而不是在每个困难中迷失方向。冲突的爆发，两人因理念的分歧而发生激烈争吵。加奇认为加巴冷酷无情，而加巴则认为加奇过于感情用事，无法看清大局。加奇愤怒地转身。如果你不愿意帮助他们，我就自己去做。加巴冷眼看着加奇。随你，但别忘了，我们的时间有限。加奇带着宝石返回城中，尝试使用它解除诅咒，而加巴则前往星图指示的下一个地点，开始分头行动。分离后的内心挣扎，镜头分别切换到加奇与加巴，他们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与内心挣扎。加奇，他尝试运用宝石的力量，但发现其作用并非他想象的那样简单，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危险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。加巴，独自前行的路上，他回忆起自己的过去，以及为何对力量的使用有如此强烈的戒备心。结尾画面，加奇在夜晚的沙漠中仰望星空，握着宝石，喃喃自语。加奇低声：“加巴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我们的路真的还能回到一起吗？”画面切到加巴，他站在远处的山脊上，望向沙漠的方向。加巴冷冷地说：“希望你别选择错误的路。”加奇。感谢收看本集动画《燃情冒险启程》，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。每周全新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，共享感动与惊喜。现在出发，拜拜。